在紐約的全球零售聯合會年度大會，發生了一件足以撼動整個電商行業的大事。谷歌正式宣布推出一個名為通用商務協定 （UCP） 的開放標準。很快，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就宣布將會跟 Google 深度合作，把 Google 最新的 Gemini AI 模型全面融入到購物體驗裡。很多媒体說，這個是科技巨頭之間的新一輪軍備競賽，都在討論說谷歌、OpenAI、微軟誰會贏。但是我看到的遠遠不止，這個是一個信號，一個宣告過去30年我們習以為常的網購模式可能會走向終結的信號。這個不是在危言聳聽，而是一場正在發生的、足以徹底洗牌整個零售行業的巨大變革。那麼，這個對我們投資者意味着什麼？亞馬遜、阿里巴巴這些電商巨頭是不是就沒有未來了？我們是不是要賣掉他們？還是說這裡有隱藏了一些我們沒有看到的巨大機會？如果你想知道這場變革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它將會如何絞殺傳統電商的利潤，以及最重要的，作為投資者，我們如何在這片廢墟裡找到下一隻真正的10倍股？那麼請你一定要把這條影片看完，相信我，這條影片會徹底顛覆你對電商，甚至對整個零售行業的認知。在我們討論 AI 如何顛覆電商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根本問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電商平台，他們到底是靠什麼賺錢的？很多人會說，不就是賣東西賺差價嗎？不完全是。現在主流的電商平台，無論是亞馬遜、淘寶還是京東、拼多多，他們的獲利核心本質上是建立在2樣東西之上：搶奪使用者的注意力和資訊不對稱。它其實是一台巨大的流量販賣機和注意力收割機。我們可以把他們的賺錢模式總結為4點。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廣告費。你打開任何一個電商 APP， 首頁的橫幅廣告，搜索結果裡的競價排名，直播帶貨的彈窗，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你逛起來。你停留的時間越長，看到的廣告就越多，平台賺的錢就越多，所以他們會用盡一切演算法，把你困在 APP 裡。第二，是誘發你的衝動消費。那些你可能也喜歡湊單專區的推薦，並不是真的為你好，而是利用了人性的弱點。他們通過精美的圖片、煽情的文案，讓你買下一堆你本來並不需要的東西。第三，是玩弄價格歧視。你有沒有發現，電商平台的優惠規則越來越複雜？什麼滿千送百、跨店滿減、整點搶券、會員積分，你根本算不清楚到底怎麼買最划算。這就是他們故意設計的價格魔術，目的就是讓那些對價格不敏感或者懶得算的人多付錢，這部分就是平台的超額利潤。第四，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的平台稅，也就是向商家收取的交易手續費和物流服務費。所以你看，為了賺這幾種錢，電商平台必須把自己的 APP 設計成一座迷宮。他們的目的不是讓你最高效的買到東西，恰恰相反，是讓你迷失在裡面，停留的越久越好。這就是電商的原罪。好了，理解了電商的賺錢模式，我們再來看，當谷歌的 Shopping Agent 這個東西介入之後會發生什麼？ AI Agent 就像一個絕對理性的私人購物管家，他會帶着5把利劍，把電商平台精心構建的迷宮徹底摧毀，件件封喉。第一件，斬斷廣告，注意力經濟的崩潰，這是最致命的一擊。AI Agent 是機器，它沒有注意力，也不會被廣告吸引。當你對你的 AI 助手說，幫我買一箱最划算的無糖氣泡水，它會做什麼？它會立刻掃描全網的數據，讀取所有品牌气泡水的產品規格、用戶真實評價、價格歷史，然後直接幫你下單。它會完全無視首頁的橫幅廣告、明星的直播帶貨，以及那些猜你喜歡的廣告位。商家不再需要向平台購買流量，電商平台最核心的廣告收入將會瞬間蒸發。第二件，過濾衝動，極致的理性購買。人類是情緒化的動物，但是 AI 是絕對理性的，它不會因為模特兒穿得好看就下單，
它會去分析這件衣服的材質成分、洗滌方式以及幾千條評論裡的情感分析。所有那些靠着視覺包裝、行銷話術，但是產品本身不夠硬的商品，將會被 AI 徹底過濾掉。電商平台的客單價可能會因此下降，因為那些無用的衝動消費不見了。第三件，破解價格魔術的失效。那些複雜的滿減優惠券在 AI 面前簡直就是小兒科。AI 是個精算大師，你給它再複雜的折扣組合，它只需要 0.01 秒就能算出數學上的最優解。平台利用資訊不對稱和消費者懶得算的心態賺取超額利潤的時代將會一去不復返，價格戰會變得前所未有的透明和血腥。第四件，繞過界面 ，APP 變成 API。未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打開淘寶或者亞馬遜的 APP， 你的購物入口就是你的 AI 助手，比如谷歌的 Gemini。電商平台引以為傲的 UI 或 UX 設計、短影音、社群功能將會變得毫無意義。平台從一個熱鬧的商場退化成了一個冰冷的倉庫和資料庫，它們最核心的護城河用戶粘着度會不復存在。第五件，自動博弈，克服成本的飆升。如果出現退換貨的需求，未來會是你手機裡的 AI Agent 去跟商家的 AI 客服進行談判。你的 AI Agent 熟讀所有消費者保護法和平台規則，它不會累，也不怕麻煩。為了1塊錢的權益，它可以跟對方進行幾千輪的交涉，商家再也沒辦法輕易的糊弄消費者，他們的合規成本將會大幅上升。所以你看 AI Shopping Agent 的出現，代表着電商會從一場心理戰回歸到供需匹配的商業本質。這個對於那些依賴廣告費和資訊不對稱賺錢的平台來說是毀滅性的，但是對於那些真正擁有極致性價比和強大供應鏈的商家來說，反而是一個去除中間商、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巨大機會。那麼這場變革中真正的機會在哪裡呢？我的10倍股3階段框架是這樣的：第一階段被市場錯殺，市場因為恐慌、因為誤解，把一家好公司的股價打得低下來，這是最好的買入機會。第二階段被市場驗證，公司的轉型開始有成效，股價開始修復和上漲。第三階段被市場吹捧，股價已經完全反映了所有的好消息，散戶在瘋狂追捧，股價脫離基本面，這時候就是離場的時候。現在讓我們用這個框架來看看 AI 購物這場變革中的各個參與者。首先，第三階段被吹捧的公司是誰？很明顯就是谷歌、OpenAI、微軟這些科技巨頭。市場現在把所有的光環都給了他們，認為他們是 AI 時代的絕對贏家。他們的股價也已經反映了這種極度樂觀的預期。根據 ARK 的預測，2030年前機構 AI 將會推動9萬億美元的電商交易。市場把這個數字全部都壓在了這些科技巨頭身上。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谷歌、OpenAI 真的能從這9萬億美元中賺到多少錢？他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他們怎麼樣在 AI 購物中獲利？這些問題市場還沒有想清楚，市場只是看到 AI 這個詞就開始瘋狂追捧，這是典型的第三階段現象。第二階段被驗證的公司是誰？我認為是沃爾瑪。沃爾瑪跟谷歌的合作已經不是辯論，而是行動。他們正在用實際的產品、實際的用戶體驗向市場證明，傳統零售加上 AI 可以爆發出巨大的能量。沃爾瑪的股價也已經開始反映這種驗證的過程，市場已經開始認識到它的價值。但是沃爾瑪的股價漲幅已經相當可觀了，美國市场對它的 AI 轉型已經有了相當的預期，這意味着在美國市場，沃爾瑪已經不是最便宜的買入機會了。最後第一階段，這是我要重點講的，被低估的公司不在美國，而在中國。沃爾瑪跟谷歌的合作，其實中國也有，而且是更早就做到了。字節跳動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跟中興通讯合作，推出了一款搭載豆包手機助手的 AI 手機努比亞 M153， 首批3萬台瞬間被搶購一空，二手市場上的價格
最高一度被炒到3.6萬元。这個不是一個普通的手機加 AI 應用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系統級的 AI Agent， 具有操作系統級的高權限。豆包手機助手可以理解複雜的語義指令，在多個應用程式之間自動跳轉，幫助用戶完成查票訂票、商品下單、大量下載檔案等任務。這個就是谷歌和沃爾瑪在做的同樣的事情。可是再後來，騰訊等等互聯網巨頭迅速對豆包手機進行了技術封殺，微信強制登出，淘寶沒有辦法操作，支付寶銀行 APP 設置了障礙，豆包手機的二手價格迅速跌到了4800元左右。阿里巴巴的千問 APP 上線僅2個月，月活躍用戶數就已經突破1億。最近整合了淘寶、飛豬等服務，讓用戶可以直接在 APP 裡點外賣、訂機票。這個就是 AI Agent 在電商領域的實踐。但是幾家競爭對手已經對千問 APP 做出了流量限制，所以中國的電商和零售公司，比如那些大型的電商平台、零售巨頭，他們面臨着完全相同的 AI 購物變革，甚至比美國更早做出了行動。但是我認為市場對他們的認識還不夠充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很多投資者看到谷歌和沃爾瑪的合作，就開始用一個簡單的邏輯來判斷中國電商的前景：廣告收入會歸零， APP 會變成廢物，用戶會流失。這個邏輯看起來合理，但是我認為它忽略了一個關鍵的事實：中國的電商平台同樣擁有強大的供應鏈、物流體系和用戶信任基礎，這些資產是 AI 無法取代的。他們同樣可以轉型成為基礎設施提供商，跟 AI Agent 形成共生關係。想象一下，當一個 AI Agent 幫用戶選好了商品，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需要什麼？他需要一個可靠的、快速的、安全的交易和物流系統。中國的電商平台恰恰擁有這些。他們可以從商場轉變為倉庫和物流中心，與 AI 形成共生關係，而不是被 AI 摧毀。所以不是說市場已經錯殺了中國公司，而是目前市場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中國公司的轉型潛力。如果中國巨頭們都開放展開合作，這個可能會是一個投資機會。投資是一件需要嚴謹分析和耐心等待的事情。發現了中國市場中可能存在的第一階段公司，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我們需要用更系統的方法去判斷中國市場裡哪些公司最有可能從被錯殺走向被驗證，以及什麼時候才是最佳的買入時機。我的10倍股公益課是我過去30年投資生涯的精華濃縮。在這個課程裡，我會教你如何用我的10倍股3階段框架去系統性的識別、跟蹤和把握每一個像今天這樣的市場變革帶來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個課程是公益課，我的目的不是賺你多少錢，而是真正想幫助更多人在市場的每一次重大變革中找到屬於自己的10倍股機會，實現長期安心超級盈利。如果你想系統性的學習如何在危機中發現機會，可以點擊資訊欄的鏈接去了解我的10倍股公益課。最後，我想引用投資大師鄧普頓的一句名言：牛市在悲觀中誕生，在懷疑中成長，在樂觀中成熟，在興奮中死亡。現在整個市場對傳統電商的未來充滿了悲觀和懷疑，而這個正是一個新牛市誕生的最佳土壤。危機對於真正的投資者來說，永遠意味着轉機。問題是，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你準備好了嗎？你有沒有足夠的知識和一套系統的方法去抓住它？百度曾經堅持閉源大模型，認為這樣可以降低成本，保持領先。但是百度突然宣布戰略轉變，決定開源。你認為中國互聯網巨頭之後會不會被逼開放數據入口，就像之前百度開放模型一樣，加速 AI 應用發展？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一起討論。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影片再見。